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细语。今天啊，据说 A 股的超导股票啊，迎来了一轮暴涨啊，就说是这个史文超导成了。原因呢，是因为中国科学家发了论文，就是姚姚教授的那篇论文。当然这里边啊，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就是那些极少数易咬错、别有用心的那些炒股的啊，在割韭菜。姚姚教授呢也特意发了声明在知乎上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当初在知乎上引起了热搜啊，我们也觉得有点奇怪的啊。一个可能呢是到年底了，各个平台都在争流量，是吧？那知乎呢也要争流量，有这么个热点话题，知乎主动把它弄起来，这是最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这些，弄股票的啊，这些准备割韭菜的，利用知乎平台造了一波势，然后呢顺利的割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啊，年底没有太多热点了，或者需要这样的热点等等。那不管怎么说呢，在韩国、在中国呀，这样的韭菜是数不胜数。在韩国的这样的韭菜呢，已经被割了6、7茬了啊。在韩国导派论坛上，很多的热切的盼望金贤卓的论文在 APL 发的，都是这些韭菜啊。但是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那说起来这个韩国的这个韭菜啊，我是一直在关注导派论坛，就韩国的一个论坛。这上面呢，今天啊，我看到好几个关于叫蔚山大学吧一个消息。我说这有什么消息啊？因为6、7篇帖子都是议论这个的。我回过头来一搜这个默默写的这个帖子原来是说蔚山大学也要在 APS 上发言了，而且是关于薄膜的啊，超导薄膜的，是 LK99 超导薄膜的。我当时一惊，看来我还是太粗心了，因为当时看到这个金贤卓发言之后啊，就是朱经武啊朱老的这个发言，立刻兴奋就开始做这个了，没有再往后看。实际上我要再往后看，后边还有不止这些啊。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有多少个啊？我们说的这个 APS 会议之前啊，先说一下美国的政治正确。你看美国物理学会是个什么样的协会啊？是每年啊，它这次就是3月份的物理会议啊，是召集全国就世界各地13000名物理学家学生啊，在学术界、工业界和主要实验室之间啊，建立这种联系和合作的会议。那这个会议规模是相当大的，它是超过了这个欧洲超导会议的。那在这个会议上呢，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的碰撞，其中就包括 LK99。那你说，按道理说，美国物理学会你怎么就没有一点眼力见，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就昨天吧和今天这个麻省理工评论和自然的这个 Twitter， 这是 Naver 上转载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说呢是今年最惨重的7个技术案例里边，包括室温齿压这个长导体，就是 LK99 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把 LK99 争议呢列为今年最失败的案例之一。这是麻省理工评论。那紧接着呢，这个Nature 又来一腿。你看 Nature 的 Twitter 上写着呢 ，LK99 不是超导体就是还是拿的这个马普索的这个单晶来说事儿的你看这按道理说，一个麻省理工评论，一个自然，是吧？这已经是比较明确的说明了，你这个美国物理学会你怎么能顶风作案呢？后来我仔细一搜认真做了功课，发现有8个关于 LK99 的发言当然发言的这个时间这个专业也不一样。那当然我现在也是不完全统计，其中这个韩国导派论坛他们也做了一个统计，但是我觉得他做的统计呢有部分是错误的我又更新了一下，这是韩国导派论坛他们做的统计。当然说比如说7、8起、10来起多吗？在几百场会议里边不多，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已经被列为2023年最失败的科学案例之一那么在美国物理学会上还登堂入室，大家可以广泛的争论，开阔的争论。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氛围就是当然了，昨天我看他们这个导派论坛上也有这个继续引用这个默默的这个知乎帖的，把我的这个也给弄上了，很好玩。他说我字幕好像看不清。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讲，除了金贤卓朱经武这2位这个一个可以说渡劫长老和这个域外真仙他们的这个论文之外，其他的5位关于 LK99 发言都是哪些人讲什么？我先给大家做个
打个预防针啊，大多数还都是偏导的，都留了一丝余地，都是啊。那好吧，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是哪儿呢？第一个你可能就比较吃惊了。第一个就是叫临沂云南大学的，这是不是比较吃惊啊？其实临沂啊也是在老金发言的那一天的发言。临沂啊是云南大学的博士、副教授啊，硕士生导师。那么呢，他和这个后边啊，你看后边有一个大佬啊，也是朱经武啊。休斯顿大学的，后边很多都是休斯顿大学的，为什么他们联系起来呢？查了一下，原来这个林峰博士啊，他的博士后啊，有一部分人呢是在休斯顿大学，从2021年的12月份到2022年的5月份，应该说在疫情期间，他是和休斯顿大学有合作。那这里边呢，他在之前啊，他是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啊。那么在2016年到2019年呢，他也是休斯顿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的联培博士。这就是为什么休斯顿大学给林峰博士合作或者背书了，因为这后边还是朱经武这位朱大佬，朱老在后边，等于是朱老在这个 APS 会议上至少出场2次，一场呢是他们休斯顿大学自己的那篇论文，就是锤 RK99 的，那另外一篇论文可就有玄机了。大家听听他们讲什么呀？这位林峰老师啊，他是云南大学东路人才计划的这个青年学者啊，国自然这个项目啊主持的，应该说在2022年获得过中国发明学会发明创新1等奖啊，是博士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也是2016年的电子科大年度人物啊。那么他们这个发言的提纲啊，就概要啊是这样的，说韩国科学家最近宣称实现了室温常压超导体，这引发了全球啊对一种名为 LK99 的新化合物啊，就是它的超导性的复制的竞赛。与此同时啊，许多理论文章出现以计算 LK99 的能带结构，探索其潜在的超导性。尽管做出很多努力啊，但 LK99 及其母体化合物铅石磷酸盐6氧的基本性质仍然缺失。在这儿啊，我们首先合成了铅石磷酸6氧，并使用紫外可见光谱获得了它的拉曼光谱和电子带系，确认了 LK99 是一种宽带系绝缘体。然后啊，我们合成了2种铜掺杂的 LK99， 并使用拉曼和紫外可见光研究了掺杂的效应。拉曼光谱显示啊，使用最初的韩国配方合成的 LK99 非常的不均匀，而我们自己配方的铜掺杂铅磷灰石则相对较纯的单向啊。尽管 EDX 映射提供了铜掺入铅磷灰石的证据，但这2个样本中并没有观察到因掺杂引起的拉曼位移。另一方面啊，2个铜掺杂样本的带系略低于这个铅石磷酸盐6氧，这与报告的计算结果一致。那铜的适当掺杂有助于就是铜掺杂铅磷灰石啊，从绝缘体向金属甚至超导体的可能转变。所以铅石磷酸6氧的拉曼特征和带系为进一步研究和复制 LK99 铺平了道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东西都锤死了，棺材板上最后一个钉子被朱老给钉上的，现在为什么要进一步研究和复制 LK99 呢？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谁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啊！你要翻看我以前的视频，我也从来没把这个话说死，我一直认为是可导的，可导的原因是 unknown， 是未知的啊。那么现在这里边就他们这次发言的概要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 LK99 的原始配方非常不均匀。那是它就是不均匀呢，还是他们留了一手呢？难说。我们起码从真可爱呆博士的合成的这个路径上可以看到，就比他原来的配方有很大的提高。应该说呀，可爱呆博士所做的工作应该不亚于这些休斯顿大学做的这个所谓魔改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有意思了，朱大佬背书的这位云南大学博士林峰老师说要进一步研究和复制 LK99， 铺平了道路，好不好玩？朱老啊，当年也是接近诺贝尔奖的啊，在这个86年啊 ，IBM 实验室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前啊，就是穆勒啊，就是那个 IBM 的2位
科学家。实际上朱老呢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但是呢在各方面可能晚了一步，人家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啊。那么这一轮呢，看来朱老他们整个团队也不敢落后。你提出了 LK99， 你不倒啊，我改了的，我倒了，是不是我比你更厉害？我不光锤死你，我还要弄个新的。这个逻辑也成立，这个逻辑也成立，是吧？这是我们介绍的第3个发言啊，第3个了。下面说第4个，第4个呢是日本京都大学的 Kyoto University 啊，他们的这个会议编号的发言编号呢是 K01.000008。我们看一下京都大学的，这是京都大学，我看一下啊，这是京都大学的啊。那京都大学啊，他们是这样的，那他们的这个论文啊，之前也发表过啊。那么现在论文的结论呢，和他现在发言也是有很有意思的转变。我们先说他这次发言的概要，后边我再介绍一下他语音版论文说了啥啊。那他这个发言啊，是在另外一个会议啊，叫强关联磁性材料啊平坦能带这个。那么他说什么呢？他的这个发言概要啊是这样的，说希望通过铜掺杂的铅磷灰石实现室温超导的愿望在全球范围内的努力中基本上破灭了。尽管如此啊，这种材料仍具有有趣的磁性特性。全球各地的研究团队啊，已制备了高质量的样品。我们采用波动交换近似 Flex 方法研究 LK99 中的磁性倾向。我们发现，在化学剂量的化合物中存在反铁磁波动。通过轻微的电荷掺杂，磁性波动转变为铁磁波动。这种铁磁的情况类似于4/3填充时的单能带3晶格哈密顿。有趣的是啊，LK99 能带结构的特殊 KZ 依赖性使其对掺杂非常敏感，只有轻微的电荷掺杂在反铁磁和铁磁波动之间切换。我们的研究结果呀，可以解释一些样品中的观察到的半悬浮现象。那样品的轻微不均匀性导致了轻微的电荷掺杂，样品表现出铁磁性。你看看他说什么呢？说室温超导好像不成了，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有趣的特性。这也是我在过去啊接近200-300期的视频里边反复提到的，说一眼假的那些人啊，确实是他基于可能某些特殊的原因，他心里也明白这个 LK99 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你看，这是京都大学的，他们是彻底的技派。我给大家讲一下他们的语音版论文里边是怎么原话是怎么说的啊？语音版论文就同样的这个京都大学的这个语音版论文的结论里边原话就是什么呢？考虑到LK99 出现超导的希望可能是徒劳的，听到了，可能是徒劳的。那么在他这个结论啊和这次发言概要里边，应该是有一个变化的。那也是呢，开始研究一些有趣的现象了。这是这应该是第4个了啊，这是第4个我找到的第4个的发言。那么我们看第5个，第5个呀就更有意思了。第5个，我要是说这个中美联合研究 LK99， 你信吗？美国能源部和中科院战略什么科技专项资金支持，你信吗？你别不信，这个研究啊还真是得到了美国能源部基础能源科学办公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分部的支持，而且呢包括这个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实际上哪个项目没点资金啊，对吧？那么这个项目呢是由爱荷华州立大学和东南大学联合的。这个爱荷华州立大学啊，我们昨天还讲过他们的一篇论文的，是吧？那这次呢是 K16 这个分会场，叫单线态和3重态超导体的自旋敏感试验这么个会场。那么包括东南大学的孙越教授的团队和爱荷华大学的丁清平团队之前我们都介绍过他们联合做的一个报告报告的概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说首份关于这个 LK99 中
实现室温常压超导性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超导体更具决定性的性质之一麦斯纳效应在这种材料中从未被观察到。后续研究表明多晶样品中存在相当多的杂质相并且尖锐的类似超导的过渡，很可能是由硫化亚铜在大约 385K 处的首次结构相变引起的电阻率降低造成的，从高温的贝塔相过渡到低温的伽马相。那么迄今为止仅对 LK99 样品中进行了体积测量，这很容易受到杂质相的影响，而这个LK99 的固有性质可能被掩盖。那核磁共振是一种从微观角度研究材料结构和磁性质的强大技术。在这项研究中对 LK99 粉末样品进行了 31P 310、63铜和65铜的核磁共振测量，揭示了 LK99 的结构和磁性性质。这是这一篇研究的这个报告的概要。这一篇是由东南大学孙岳教授团队和丁清平教授团队联合的。那这里边实际上呢，大家看到了，它实际上是不是感觉到很奇怪？是不是有中科院物理所的影子一样，还在讲硫化亚铜呢，是吧？那这篇呢，看起来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还在找他们的原因呢。他们没有魔改只是说呢，还是分析原论文合成的材料有什么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做的。那至于为什么这个丁清平这个老师和孙岳老师能联合到一起呢？那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联系，是吧？你要仔细分析能找到，我们就不多说了比如他们的求学经历怎么样的。所以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因为下边有备注，大家看到的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US Department， 是吧？被美国能源部，就是丁清平爱荷华州立大学呢使用的是美国能源部的资金，孙岳老师呢他们是有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中科院的相关资金的支持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你说我是标题党吗？还真不是，这不是中美联合研究 LK99 的报告吗？好吧，这是第5个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 APS 上的第5个关于 LK99 的研究。那这项研究你说它是彻底垂死吗？不是它还是在找怎么能让它倒，是吧？那第6个就更有意思了。第6个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熟人了，看过我早期视频的朋友都记得印度的阿瓦纳博士的团队，是吧？阿瓦纳是非常积极的连发了3、4篇他可能仅次于这个思良就西北大学思良老师的论文数量连发了3、4篇，一会儿倒一会儿不倒，是吧？但很有意思的。那阿瓦纳博士呢，他的这个发言他这个session 呢叫 V00， 我查了 V00 叫 poster session， 叫海报展示吗？但是也有时间，是不是这个人不一定发言？海报展示咱没有参加过 APS 会议，肯定比前面那几个发言的这个级别要低一些，我觉得但是时间也差不多，就是阿瓦纳博士带领他的团队，还是有那个伊佐辛格博士发言他们的概要简单说一下。他说呢，我们报告了在原位生长的 LK99 和铜掺杂的这个 LK99 的多晶样品中进行的结构电学和磁学测量。最近有人声称这种铜掺杂的化合物在室温下是一种超导体，我们对结构特性数据进行了分析。钢样品中呢有 1.5% 的硫化亚铜作为杂质相，在电阻力测量和磁化测量中均未观察到超导性的任何证据。观察到约 380K 处有热质回的电阻性转变，这可能与硫化亚铜的可能结构转变相关。那霍尔测量呢，提供了通过铜取代发生空穴掺杂的证据，所得的带系值是 0.51 电子伏特，表明所得的铜掺杂样品是半导体。总之我们在常压下未发现铅磷灰石中的铜掺杂样品中存在超导性的任何证据。这好玩了。你看他和他的论文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发言不一定就找原来论文。那么看过我之前视频都知道，辛格就是阿瓦纳博士呢，他们后边有一篇论文我介绍过，当时他们论文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那篇论文实际上是反驳中科院结论的当时他们说呢，这个硫化亚铜只有 1.5% 它不至于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电阻跳变。他认为呢，当时那篇论文呢，我印象中他认为不太可能是硫化亚铜引起的这个电阻性转变。那现在他发言呢，他又认为是了好吧。那这篇这个
报告啊，和前面这个孙越老师的报告呢，实际上是有相关的。当然，我认为把它放到这个海报展示部分啊，我觉得这个稍往后的部位啊，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他这个研究比上一个那个研究啊，还是要不能叫浅一点，还是要怎么说呢，更老一点啊，他没跟上时代了。这是第几个了？这是第6个了啊，第6个了。下边我们说第7个。就是韩国蔚山大学的，这个韩国蔚山大学的这个呀，当时我也吓一跳，怎么导牌论坛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蔚山大学的这个呢？后来一看，因为我也找到了这个所谓蔚山大学呀，关于 LK99 的这个导牌论坛的帖子啊，讲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也看了翻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知道啊，他们原来要发言啊，他们号称是做了一个薄膜的这么一个东西的发言。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啊，他们也是在海报展示这个部分 V00.00159 更靠后了啊，那么蔚山大学团队啊，他们是做了呢，发言人叫金泰基啊，他是蔚山大学物理系和能量收获与存量研究中心，隶属于这个关系啊，那么他这个概要给大家讲一下啊，他说呢，作为一种可能的室温超导体 LK99 啊，自其论文发表在 Archive 上之后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许多研究小组啊正尝试重现和验证 LK99， 但其超导性仍未被确认。LK99 的化学式啊是这个前十 X 同 X 磷酸6氧啊，它为6方结构，就 POE63M 176。2价铜离子以1/4的比例取代了纯磷灰石中这个2价铅离子的第2位点。在 MBE 生长的 LK99 薄膜时，我们选择了具有 2% 不匹配的硅和3氧化二铝基板，在600度 C 预热后，设置了各种生长温度，并调整了铅和铜的比例X 等于 0.8到5，生长过程通过反射高能电子衍射进行了监测。为确定样品中的化学组成我们使用 EDS 对其进行分析。我们观察到在生长后暴露于空气中时，电阻会增加。有趣的是，在真空就是1乘10的负2次方托 PBMS 系统下，电阻降低了。此外我们还观察到温度相关电阻中的异常跳跃。在本次演讲中我们将详细介绍铅、铜、磷、氧这种化合物的结构、成分和独特的传输特性。有意思吧？这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在 LK99 复现团队里边唯一的一个公布了他们制成了 LK99 薄膜的，除了量子能源中心就是李世 K 他的单位之外，唯一的一个。别人可能也制备了，但是别人没公布。那这个呢是唯一的一个公布的，并且呢还没有发表论文，直接上 APS 发言，有意思吧？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多少次嘛，可能有无数的机构在下面偷偷复现的。什么一眼甲呀？一眼甲那都是迷魂药，那都是弱智，好吧？所以呢，你看看，这不是说它倒不倒了，而是说这种东西是越研究越有意思了。它给广大的材料和凝聚态研究的科学家打开了一扇窗。这就是原创性的研究，这就是0到1。所以呢，这就开启了一场新的0到1的竞赛，你跑到0点几了是吧？那当然到这儿是第7个，还没有完，还有第8个。我们看一下第8个，第8个确实是一家公司的论文，叫量子生成材料公司Quantum Generative Materials 那么这家公司的之前也没发论文他是直接发言那么他的这个量子生成材料公司是一家初创公司它致力于使用机器学习和第一性原理来加速材料发现。那这家公司是由多位材料和计算科学物理专家创建的。概要说呢，说最近有报道声称可能实现了室温常压超导性的铜取代铅磷灰石即所谓的 LK99 材料。然而这个材料的超导性存在质疑，一些相关的问题仍未解决，比如 LK99 结构中取代铅位点的
铜的排列方式将如何最小化系统能量，并可能影响它的电子结构。在本工作中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枚举10%的铜取代铅磷灰石中可能的铜的位置，并对选定配置的结构和电子性质进行了含Hubbard U 校正的 DFT 的计算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啊，对于1×1×2晶包，能量最优惠的取代位点是最接近1/1000和1/1002位点。在布里渊中心啊计算的部分填充的电子态空间上是局域在铜原子周围的。对于单铜取代的低能配置，我们发现了一个电子带非常平坦，带宽极窄，约为 0.06。在扭曲的 LK99 结构中，当两个铜原子形成了局域二聚体时，在高能单铜取代配置中观察到了伽马和 A 高对称点处的能带简并消失。这是他们的发言，用第一性的原理来研究 LK99。这个排的也是比较厚的，这是一家公司。你看到了吗？这是一家公司。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也有科研人员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搞这个研究嘛？现在看起来啊，这是只争朝夕啊，觉得自己快了，还有卖得更快的，这是走到APS 上发言的，还有更多默默的申请专利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啊，我在 APS 这个年会发言上发现了8个关于 LK99 的这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啊，有的是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有的是烧炉子了，有的呢是发表论文的，有的论文就没发表过。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百舸争流啊，万箭齐发，万炉齐烧。所以这个话题就是说，大家想想，3月初啊，那是个大日子了，这个话题会到时候再会爆了，肯定还会爆。可能到时候还会有更多的韭菜被收割。希望看我节目的朋友啊，对科普保持兴趣是应该的，但是千万不要炒这些股票，没有用的并且呢，你一旦进入到这里边，一旦有了这种所谓的侥幸心理，你很有可能就会被割掉。那么关于 LK99 的进一步消息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那么这次呢是罗列了6个这个发言的这个报告的概要。那这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有些呢，大部分这一共8个发言里边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论文我们之前讲过，也有新的。在导和记之间已经不需要争论了但是呢，怎么导，谁来导，这个还要看各方的努力。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收看，再见。